好，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防盗音效控制 IC 的那个 IC 的使用说明。好，那我们这一颗 IC 的外观就是像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一颗是这样子。那从这边开始介绍，它的喇叭它可以直接推动8欧姆 0.5 瓦的喇叭。那喇叭它不分正负，所以说喇叭的两条线可以接在这里 IC 上面会标示 PWM， 这两只脚任意两只脚可以兑换，接到喇叭8欧姆 0.5 瓦的喇叭，这两只脚这样接。那再来喇叭再来过来这只脚上面你可以就是有的 IC 可以看得到，它会写一个 G，就是 ground 的意思，就是负，你接到电源的负极，我们这个代表说接到电源的负极。那另外这个红线标示红线的这个地方，它要接两点哦，一个是有孔的这个地方，那有孔的隔壁这里还有一个金属，这两点通常要接到正才可以正常使用。那我们这颗 IC 它使用的电源是它的范围是在直流 2.5 伏到直流 5.5 伏之间都可以正常操作。那你电压太低的话，它事实上 IC 厂给我们的规格是可以到 2.3 2.4 啊，可是通常你太低，你一播声音的时候，它就会造成它 reset IC 就会重新开机，那变成说没办法正常使用。所以说我们比较安全的范围就是让它电压在 2.5 到 5.5 伏之间。那再来换这边，我们这一颗 IC 上面这里都有写 A， 像这里有写 A， 这里有写 C， 这边有写 D， 这边有写 B。事实上我们这颗 IC 里面它可以写程式也可以存音效，就是音源档。那我们程式里面会使用说我现在是要用到这个角还是这个角还是这个角，那我们程式里面就要写说是 A， 然后这个就是 A0、A1、A2、A3， 然后这个是 C 嘛，这里是 C0、C1、C2、C3， 相对的这个就是 D0、D1、D2、D3、B0、B1、B2、B3， 就是说我们程式在的语法里面我们会写到说我现在要让 A0 当做输入，然后 D0 当做输出，然后就是我讲的 D0、A0 就是代表是这只脚。那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A0、A1， 那你们就要知道说这个 A0 就在这里， A1 就在这里，D0、D1、D2、D3。那我们这个程式里面我们就拿 A0 跟 A1 来当做磁环开关的控制输入。那磁环开关我们会接两点嘛，每一个磁环开关都会有一个 COM 点，就是共通点，跟 NO， 我们是使用 NO， 就是 normal open 的意思。那 NO 这一点，我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磁环开关，这个就是磁环开关，我刚刚讲的 COM 就共通点，然后 NO 就是 normal open 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意思是说，当这两个磁环开关这两个靠在一起的时候， COM 跟 NO 这两点是 open 的，就是断路。当这个磁环开关的这一个移开的时候， COM 跟 NO 就会 short 在一起，就短路在一起。那相反的，这个 NC 就是跟 NO 的动作是相反的。我们这个防盗开关，我们是要拿 COM 跟 NO 这两点来用。我刚刚讲过，我们一点就是 A0 这一点就接到 NO， 那另外那个这个 COM， 这个 COM 我们就接到电源的正极。那这个 IC 我们可以同时使用两个磁环开关，就是类似说你可以装在两道门，其中只要任何一道门被打开了，警报器就会响。你也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只使用一组，另外一组就不要接就好了，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那然后这边有一个重置按键，重置按键就是要用我们刚刚讲的无段开关，无段开关，这无段开关就是我们开关有好几种按键开关的，无段的按键开关，按键开关有好几千种，可能上万种，我只是拿一个来当做说明。那一般的无段开关就是有两只脚，两只脚它没有分正负，那你其中一只脚你就接到正极，另外一只脚就接到 B3，
你看我这里是这个就是一个那个无段开关按键开关啊，这个符号代表按键嘛，这里压下去，它这两点就短路在一起啊。那它按键开关的一只脚接到正极，就是电源的正极啊，另外一只脚就是接到 B3， 在这里接到过来 B3。我们刚刚讲说 B0、B1、B2、B3 就是代表是重置功能，就是说当我们警报器被触发的时候，我只能从重置键这里这个无段开关这边去按下去，它才有办法把警报器关掉。我们一般防盗开关不可能说，假设说我这个防盗器，我们这个磁网开关我门打开了，这两个就分开了嘛，分开了，警报器响了啊。如果说你把这个磁网开关要靠过来了，虽然它已经靠过来，这两边要变成断路了。你这个分开的时候，它们就变成短路嘛，这两点COM 跟 NO 是变成短路，这两个分开的时候，它就变成短路嘛，短路在一起啊。可是你把它靠在一起的时候，它又恢复到断路，就断开啊。可是我们警报器不能这样子啊，你不能说我恢复就是恢复断路了，我警报器就自动关掉，那表示说小偷把门打开的时候，警报器响了啊，我要把门关起来，警报器就关掉，不可能啊，这样就没有防盗的功能啊，所以我一定是不能从那个磁环开关这边去关掉，我一定要另外做一个重置按键，就是说我警报器一定要从另外一个地方去把警报器关掉，就是我们这个重置按键就是这个功能，这个按键就是这个功能。好，那另外 Alt 1、Alt 2、Alt 3、Alt 4，这个是我们就是做输出，就是比如说你这里你要接 LED， 一般的 LED。就是你要做跟着随着声音 LED 做闪烁啊，那我们就可以用 Alt 1跟 Alt 2去做控制。那 Alt 1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那个警报声音是可以克制的啊。那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声音是哦，那我这个就是把 Alt 1，只要有声音的时候 Alt 1就输出1，没有声音它就输出0。所以它就是随着它会有0101的变化Alt 1就是跟 Alt 2输出是相反的。当 Alt 1它输出1的时候 Alt 2就是0。好，它两个是做反向的你可以拿另外任何一组或是两组一起使用就直接可以去推 LED LED。那 LED 当然你这个它的那个电流没有很大，你推个1颗2颗还可以如果说你要推 LED 是推5、6颗以上，那你就自己要去做放大电路电流放大电路才推得动。那 Alt 3、Alt 4就是另外一种输出。当这个 Alt 3它的初始状态，就是说 IC 警报器没有被触发的时候，它的输出是0它的初始值是0。Alt 4的初始值是1这两个也是相反的，这个是初始值是0，初始值是1当警报器被触发的时候，这个就由0变成1 Alt 3就一直输出1Alt 4就是从1变成0，它初始值是1嘛当警报器触发的时候 Alt 4就是输出0这两个输出这两个是相反的输出，反向输出啦这个是有什么功能呢？你可以拿这Alt 3跟 Alt 4去推我们一般的 relay， 比如说推5伏的 relay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工作电源是5伏，那你就可以拿这个去推5伏的 relay。有的 relay 它是 low active， 就表示说它0的时候它 relay 被触发，就是 relay 动作有的是 relay 是1才会动作所以说你这个就可以根据你的 relay， 你用了 relay 然后去选择你是要拿 Alt 3来做控制，还是 Alt 4来做控制这个应用大概就是这样子啦。那我刚刚讲的输出0输出1，它的意思就是说当1就代表是正，我输出是比如说你电源是直流5伏的时候，它输出就是5伏，1的时候就是5伏，然后负0就代表是负，就意思就是0伏的意思在这里的应用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这里就是这个 IC 的使用说明大概就是这样子你只要有零件照着这个方式去接，那它一定是可以正常的播出声音。那这个声音里面的警报器的音效
啊，我们会有预设的警报器音效了。那你如果自己有喜欢的音效，你可以委托我们帮你的音效烧录进去。比如说你的音效是要录小偷来了，小偷来了，那我们可以把你只要把声音打给我们，我就可以把那个声音也一起跟着程式一起烧录到这一颗 IC 里面。OK， 好。